我是 Mrs. Lee。邮轮旅游超期待，眼看出船日就要到了，是不是还在为打包行李而崩溃？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邮轮旅游行李打包的终极攻略，让你不会带太多，也不会忘东忘西。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讲一下旅行证件和必备物品。护照、签证，出国最重要的就是护照、签证，千万不能忘。那因为我们是搭邮轮旅行，在你订完行程之后，邮轮公司寄给你的行程确认也别忘了。信用卡与现金，出门旅行免不了购物和用餐，记得带上一张国际通用的信用卡，并准备一些现金，以防紧急情况。健康证明与保险资料。部分国家要求旅客提供疫苗接种证明，出门前别忘了准备。还有，随身携带旅游保险资料，在需要的时候，保险资料可以作为证明文件，向医疗机构或是保险公司证明你已经购买了相关的保险，才能获得理赔。行李箱，先说我是没有在卖行李箱的，我偏好硬壳的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上船那一天下雨了，你的行李箱刚好是帆布软壳的那一种，在交给工作人员之后，不幸淋到雨了，里面的衣物、鞋子、内衣裤等等，不管是 Louboutin 或是 Target， 或是其他昂贵高级的意大利品牌，就有湿掉或是潮湿的风险。衣服篇，看天气预报决定带厚或带薄。大家都知道，看天气预报来决定带什么衣服，虽然不一定会100%准确，但是可以当一个参考。比如说，你5、6月要去寒冷的阿拉斯加，那你知道厚外套绝对不能少带；或是暑假要去加勒比海，那轻便透气的衣服就要多带。还有轻便雨衣或是防雨外套也别忘了。如果有水上活动，比基尼、泳衣、泳裤也不能少。船上帅哥辣妹多，千万不能输啊！我3月从美东移航欧洲的行程，刚好历经了春夏秋冬4季。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吧。看旅行天数决定带多或带少。Sea days， 如果是去偏热带的地方，比如说加勒比海、墨西哥等等，因为天气晴朗，那你或许多数会待在泳池边，享受视觉跟味觉的冰淇淋。建议可以多带1、2件轻松休闲的衣着，像是短裤、短袖洋装等。要玩水的话，记得带比基尼、泳衣和泳裤。参加娱乐节目的时候，通常没有特别的衣着要求，有穿就好了。Port days， 下船的时候可能会大量的拍照，因为要 po IG 和脸书跟家人朋友炫耀，不是报平安，所以可以穿自己觉得好看、上相也是舒服的衣着。上船日和下船日这2天可以穿轻松就好，因为通常在赶行程，或许会比较狼狈。小叮咛：松紧带的裤子，在船上有自信会败给卡路里的朋友们，别忘了要带松紧带的裤子，不要跟自己过不去，人生苦短。轻薄外套，如果你要去偏冷的地方，那你当然会带厚外套。那热带景点的行程可以省略外套吗？万万不可，因为邮轮上开冷气不手软。不过不怕冷的可以直接省略。还有人力鱼都还在后台化妆，天气可能就变了，所以有了外套，戏怎么演都接得住啊。雨衣，有时候热带地方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，可以带件防水的薄外套或是轻便雨衣。出招下雨，我们就用雨衣接招。我的经验，天气预报不一定准确。这次的行程到里斯本的时候，前一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天晴大太阳，但实际上却是阴天，风也大到不行，所以不能过度依赖天气预报。不管去哪里，长袖、短袖都带着比较好。迷彩衣着，部分加勒比海国家禁止民众和游客穿着迷彩服，主要原因是避免民众和军人混淆，保护军队的身份和安全。这些国家包含巴贝多、牙买加等等。那在前往加勒比海地区旅行之前，建议查询当地的衣着规定，或者是咨询邮轮公司，确保不违反当地的法律和文化规范，以免遭遇不必要的麻烦或法律问题。其他像是内衣、内裤、袜子，自己也要带啊，不要我没有特别提醒就忘了带。在进入鞋子篇之前，我的频道没有团队，没有赞助，单纯分享我对邮轮旅游的热情跟真实体验。你们的鼓励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内容，按赞、分享和订阅频道就是给我最大的支持跟动力。谢谢你们！
鞋子篇，休闲鞋不要带新的，不然你的脚可能会磨到怀疑人生。穿一双休闲好走、颜色都可以和你带的衣服好搭配的布鞋、球鞋、休闲鞋，除非你的行程是很短暂的，只有3-5天那一种，不然我会建议再多带一双当备用。船上有一些比较刺激冒险的活动，比如说攀岩、高空滑索等等，会要求穿不露脚趾的鞋子。那为了减轻行李的重量，建议休闲鞋就直接带不露脚趾的。休闲拖鞋，建议带一双不怕水的拖鞋，我都带这一种。我在房间不赤脚，所以在房间可以穿它，洗澡也穿它，在船上闲晃也可以穿它。正式一点的鞋，因为船上有正式衣着的晚餐，行程长一点的话，可能会有2到3次。那女生可以带一双正式一点的高跟鞋、凉鞋或平底鞋。那男生可以带上一双皮鞋，或是看起来也可以正式的休闲鞋。好，这是上集，下一集我们会聊到正式晚宴和节日庆祝我怎么穿，那还要带什么才能不小心就看起来比昨天的你还年轻？接着，能带酒上船吗？为什么要带保鲜盒和保鲜袋？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通知哦。